梁、增程式、方盒子这几个词儿在一块儿呢，就不可能是硬派越野。当然了，你非得说它是硬派越野呢，我第一个不同意啊。但你要说这几个词儿在一块儿呢，它能跑318，能长途穿越，那我觉得是没问题的。来说的就是这台车，深蓝 G318。人家官方都说了，向往美好生活呢，可以贬入啊，但是你要雷泼冲杀的轻绕性，哎，就冲这句话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点个赞的，对吧？咱不是那种特别硬核的硬派越野呢，就没必要去硬吹，哎，显得被带节奏或者被人喷，对不对？然后这台车呢，它主要定位呢还是在长途穿越，有一定的越野能力，同时呢，它在城市里面开起来也会比较轻松。所以咱们今天呢不谈越野，就看一看它在城市的体验到底怎么样。那这车的第一感觉呢，就是大，比想象中大一些，体感上会比坦克300要大很多，也比豹5呢再壮一些。因为加上备胎的话，它已经超过5米了，去掉备胎估计也超过了4.8米左右吧。所以如果这个价位你就想买更大的方盒子车型呢，它是能满足你的。首先我要吐槽的一点就是隐藏式的门把手，一个越野车做一个隐藏式的门把手，为什么？难道你就缺这么点风阻吗？啊，当然了，话说回来，我觉得所有的新能源车或者油车，只要给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，都是鸡肋，你们觉得呢？动态部分体验呢，我们重点来说3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大台越野车，日常开起来灵活性表现怎么样？然后第二点就是，既然作为一个长途穿越的车型，它的底盘舒适性表现如何？第三点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油耗问题了。OK， 那关于这台车开起来灵活性呢，我们先做了一个小测试，在差不多3到4车道宽的路面上呢，我们打死方向，刚好一把完成掉头。它的转弯半径呢比想象中更小一些，转向的灵活度呢真不像是一台5米左右的方盒子越野车。日常开的话，至少在转向上不会有很大的压力，你可以把它看作一台普通的中大型城市 SUV 就可以了。那日常开起来驾驶体验方面呢，我总结2个点。第一个点就是体量感并不大，因为坐姿很高，它的车头呢也不是很宽，所以我觉得和开一台理想 L7、理想 L6 没什么区别，没什么体量感，你不会觉得穿街走巷的时候，车很大的感觉是没有的。然后第二点就是你完全可以把它当做是一台混动的城市 SUV 来开就可以了，真的没什么区别。然后最主要就是它的空悬在标准模式下的时候，你看我们这种刹车没有明显的车头下沉，然后起步也没有明显的这种车头的上扬，所以也不会开起来传统的硬派越野那种晃晃悠悠的感觉。所以城市驾驶体验哇，真的是特别的友好。如果拿它上下班开，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。然后动力的话就不用说了，双电机动力很强。第二个问题，底盘的舒适性怎么样？换个地方，咱们找个烂路，简单的模拟一下穿越的非铺装路面，有空悬还是很舒服的。和印象中的方盒子呢不一样，比坦克300的滤震更柔和一些，尤其是过小坑洼的时候，比较接近底盘稍微硬一点的城市 SUV， 整体是舒服的。那如果有大坑，车身的晃动呢就比较多一些，有些颠簸感，但是可以接受。总体来说的话，深蓝 G318 还真的挺适合跑318的，有些烂路它能够过得比较舒服。当然了，它也有非常不错的通过性，毕竟人家是4驱，还带了一把锁，中轻度的越野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如果是日常开的话，过个减速带啊，也是完全 OK 的。关于油耗方面呢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去做测试，不过我看到网上很多人做了一些测试，大概的混总一下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然后基本上这台深蓝 G318，在亏电城市路段行驶的时候，可能油耗在7个到8.5个之间，大概是这样的水准啊。如果是跑高速的话，可能在10个出头一点，大概就是这样的油耗水平了啊。其实这个油耗怎么看呢？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，也比较接近现实的，也是可以接受的。首先，你想一想，如果是差不多这个尺寸的，像理想 L7 这些车型的话，它不跑高速亏电状态下也得7、8个油，而且需要加95号汽油。那这台车作为一个越野车方盒子来说的话，它只需要加92号汽油，然后这个油耗表现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当然了，更重要的是这台车，它还有比较长的纯电续航。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充电使用，真正会电状态下这种长时间运行应该是比较少的。OK，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，这台车适合哪些人啊？它就适合那些我比较喜欢那种粗犷的方盒子造型的硬派越野车，但我平时真的不怎么去爬那些硬派越野，偶尔的时候我需要自驾走一些长途穿越，更重要就是我平时在城市里面能够开起来更舒服一些。这台车
就非常的合适了啊。最后再来说一说这台车值不值得买的问题，它的价格17万多到22.99万元之间，然后我们相比这个级别的一些车型，比如像捷途的山海 T2啊，或者是方程豹豹5这些车型，它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，而且从两驱19.99万元的车型就给你配空悬了，再加上它本身有比较长的纯电续航能力以及不错的越野性能，那我觉得这么大个头的方盒子造型，这台车性价比还是挺高的。